婆婆是妇产科主任，却听信各种偏方能让我怀上男孩。我怀上龙凤胎，28周时，她把我按在手术台，一针下去，停掉了女胎的心跳。剖腹产时，婆婆操作不当，刺破女胎胎膜，胎粪污染母体，一尸三命。再睁眼，我回到她要杀掉女胎的那天。不同的是，这次拿着针筒的是我，躺在手术台上的是她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妈，我不喝。我对婆婆手里那碗泛着清光的汤水无力摆手。在婆婆的威逼利诱下，我已经喝了这来路不明汤药1个月了，每天上吐下泻，人虚弱得像患了重病。傻孩子，妈是医生，还会害你不成？这药能排毒，喝了吧。喝完妈早日抱上孙子。婆婆是妇产科主任，戴眼镜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慈眉善目、通情达理的知识分子。她虽然是个医生，却相信偏方能决定生男生女。结婚这半年里，她不知道给我吃了多少3无产品。不能再喝了，我肚子难受得很。闭嘴，快喝。她每次一生气，那张脸就变得非常可怕，像要把我吃了。干嘛呢你俩？我的老公胡忠突然来了。儿子，你快劝劝欣欣。婆婆语气缓和下来。胡忠走到我跟前，一阵恐惧漫上心头。妈给你炖了这么久的汤，你咋不喝？那你喝一口试试。我小声抗议。下一秒，胡忠捏住我的下巴，我疼得咧开嘴。婆婆轻车熟路地把药灌进我嘴里。真是母子一条心。婚前我怎么能想到，人高马壮的胡忠是条对婆婆唯命是从的狗。我被呛得咳嗽连连，而婆婆露出满意的笑。早乖乖喝掉不就好了？我终于怀孕了。婆婆喜笑颜开，认为是她的功劳。她偷偷带我去他们医院做 B 超，一男一女，龙凤胎。我既又惊又喜，婆婆却神情复杂，但她什么也没说。我想这回她应该满意了吧。怀孕后婆婆对我体贴入微，也从不允许胡忠对我有半点不好。孕早期我孕吐十分严重，婆婆想尽办法帮我缓解。生姜、柠檬、苏打水，统统试一遍。她说不能总吐，不然宝宝营养就跟不上了。孕中期稍微好些，她就常带着我到公园散心。饭菜每天变着花样做，关心我的起居冷暖。我有些迷糊，先前那个强势执拗灌我汤药的婆婆哪去了？转眼，我怀孕28周了。一天晚上，灵儿呀，
妈有话跟你说。婆婆坐到我的床头。明天跟妈去医院。妈把你肚里女娃娃的心跳停了。你好好的把营养都给男胎，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出来哟。婆婆若无其事地说出这番话，犹如说晚饭吃山药炖鸡一样平常。我满脸震惊，头皮发麻。妈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没明白你的意思。婆婆拉住我的手，语重心长道：“灵儿呀，妈是医生，多胎妊娠的危险性和并发症有多严重，妈比你清楚。老天保佑我们胡家，你是双荣双阳，两个宝宝在你肚里是分开的，危险性才小一些。你不知道，那些个单荣双阳的孕妇，10个里有9个遭罪，马上孕晚期了。她现在来跟我讲怀双胞胎的危险，什么跟什么呀？我一把甩开婆婆的手，那也不能现在停掉胎儿的心跳啊，这不等于杀了她吗？哎呦，我的傻闺女，她还没出生，怎么能算杀呢？不可理喻。妈，你跟我讲这么残忍的话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越讲越激动。灵儿呀，婆婆试图安抚我的情绪。妈之所以之前不提，是因为这时候停掉一个胎儿是最合适的。你已经28周了，就算早产了，男胎也已经具备在外界存活的能力了，最多住个把月的保温箱，问题不大的。你放心，妈是医生。我扶住肚子，坐起身来。你走吧，我就当今天这事没发生过，谁也别想伤害我的宝宝。妈真是为你好。再说了，咱家只要男孩，不然妈前面给你吃这么多药干什么？你也得理解理解妈的苦心呀，不是？不可理喻，忍无可忍。我咆哮。那是你要男孩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搞重男轻女那套？我不管，我的孩子一个也不能少。突然间，我明白，可孕期时婆婆对我百般照顾，其实不怀好心。干什么呢？胡忠架着胳膊站在门口。得，忠犬又来护主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走走走，我们出去，别影响灵儿休息。婆婆把胡忠推了出去。我以为婆婆会善罢甘休。当我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躺在手术台上，嘴里塞着棉布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眼前婆婆手里拿着长长的针筒，正要往我肚子上扎。我恐慌至极，拼命挣扎，无用，手脚已被紧紧束缚，一阵刺痛，眼泪滚滚而下，满腔的心痛和仇恨将我淹没。世界突然只剩黑白，再无其他色彩。灵儿，你醒啦。这熟悉的声音令我毛骨悚然。他那是个人，
他是个魔鬼。我杀了你。我想伸出手去掐婆婆的脖子，却发现自己手脚依旧被绑住。我被绑在了我自己的床上。你放开我！你这个魔鬼！杀人犯！我要报警！灵儿呀，妈就知道你肯定会情绪不稳定。绑着你是为你好，你好好躺着养胎，别乱动。再怎么样，想想肚里的孩子，别任性。哦，他竟然还敢提我的孩子，这个千刀万剐的禽兽！胡忠进来了。胡忠，他杀了你的女儿，你得给你的女儿报仇啊！你这个窝囊废！张玲玲，别乱说话。妈早跟我商量过，我同意了。这个男人同意他妈妈杀了他的亲生女儿。五雷轰顶，我顿时浑身泄了气。灵儿，你把妈想成什么人了？我当然要问过孩子他爸了。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婆婆一脸认真地看着我。谁来告诉我？我没疯，疯的是他们。可是，我感觉自己快疯了。我被囚禁了，他们把我的手机没收，怕我告诉亲人朋友，更怕我报警。窗户装了防盗网，换了新门锁，一整天总是把门反锁。为了看住我，胡忠辞职，吃喝拉撒，他们母子轮流盯着，视线绝不离开我。我绝食抗议，胡忠疯狂扇我巴掌，婆婆在一旁看戏。末了，她故意上前劝阻胡忠，再假惺惺地劝我。我流着泪吞下那些饭菜，嗓子被刺得火辣辣的疼。夜深人静，身旁的婆婆睡着了。没错，魔鬼每晚都守在我身边。胡忠睡在客厅沙发上，守着门。他们把家里打造得像一个牢笼，却还是不放心，怕我这个囚犯会逃脱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窗前，等待有人经过。有人来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我疯狂地大声尖叫。楼下路人听到叫声抬起头。我在504，我被囚禁了。求求你报警，救我！我还没喊完，就被胡忠一把抱住，拖回屋里。死贱人，你不想活了？胡忠抬起脚，但他不敢踢下来。我肚子里还有他的宝贝儿子。怎么回事？婆婆忙里忙慌从卧室出来，听罢事情原委，回头瞪了我一眼。她把胡忠拉到一旁，悄悄在他耳边说话。胡忠频频点头，两人时不时转头看我。我闭上眼睛，默默祈祷。楼下的人为我报警。警察上门时，婆婆热情地迎上去，胡忠温柔地搂着我。警察看着我俩，以为是一对和美夫妻。你好，接到报警，说有人被囚禁。
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。警察同志，误会一场。误会一场呀。婆婆笑容可掬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是我的儿媳妇给你们添乱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被囚禁了吗？警察看向我，我却像个傻子一样，呵呵笑着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于是婆婆向警察解释，说我怀的双胞胎，因为其中一个停止发育，我受了些刺激。她点了点太阳穴，意思是我脑子出了问题。警察听罢，点了点头，叮嘱他们照顾好我，离去。婆婆和胡忠相视一笑。婆婆多么足智多谋！就在警察上门前，胡忠按住我，婆婆给我打了一针镇定剂。警察走了，我又回到妖魔鬼怪遍地的深渊中，脚上拴着1米长的铁链，走起路来哐当作响。我被彻底禁锢了。我叫喊，他们就把我的嘴塞住；我砸东西，就被绑住手脚。婆婆帮我洗澡、更衣、梳头，仿佛我生活不能自理。我不愿她的手碰我，但反抗只会挨打。从此我不吵不闹不说话，陷入极度抑郁中。我已经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只任人宰割的畜生。一天似一年。我怀孕38周了，这3、4个月是怎么过的？我浑浑噩噩，全然不知。人不像人，倒像鬼。我的肚子巨大无比，毕竟那个死去的女胎还在。一天，婆婆兴高采烈来到我跟前：“灵儿呀，明天就去住院，妈亲自给你剖腹产。你放心。”我浑身一激灵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等妈抱了孙子，你就是胡家的大功臣了。哈哈哈！呸！我一口浓痰吐到婆婆脸上，婆婆却不生气。妈劝你识相一些，不然孩子生下来，我就送你去精神病院，你就永远见不到你儿子了。我是主任，开具一个精神病证明，我还是有法子的。婆婆那副小人模样，看得我心惊肉跳，浑身发抖。面对这个恶人，我手中没有任何筹码。冥冥之中，我有预感，地狱在向我招手。我被局部麻醉，脑子依旧能听到各种声响。肚皮被扯开，忙活一阵。啊，不好了，胎膜破了。胎粪，胎粪！有个护士惊慌失措。我知道这个护士，她叫黄曼。上次听到我的女胎，她也在场。28周停掉的女胎，由于婆婆操作不当，导致胎膜破裂，胎粪瞬间流出，引起母体并发症。我和男胎危在旦夕。快吸，弄干净，工具给我。一群蠢猪！婆婆大吼。主任，来不及了。
这黄曼语无伦次，乒铃乓啷，工具掉落，婆婆跌坐在地，一尸三命，都葬送在自大的婆婆手里。我感觉自己呼吸越来越微弱，眼角泪水绝望落下。我看向婆婆，心中默念：如果有下辈子，我定让她受尽折磨。再次睁开眼，我的双手拿着医院仪器，正准备给躺在手术台上的自己做羊水穿刺。只要注入药物，就能停掉一个胎儿的胎心。重生后，我成了婆婆，我变成这个世界上我最恨的人。太荒唐，我有些难以接受。如果我成了婆婆李双，那躺在手术台上的张玲玲是谁？蠢猪，还不快放开我！张玲玲一边挣扎一边大喊。婆婆最喜欢骂人蠢猪了。好啊，我和婆婆互换了。哈哈哈！我突然笑了起来，把身旁的 B 超医生和护士吓了一跳。B 超医生林丹和护士黄曼，前世跟婆婆勾结，不知做了多少肮脏事，收了多少黑心钱。正是他们两个对婆婆百般奉承，助纣为虐，婆婆才能私自停掉女胎。最后剖腹产时，他们也没有按正规流程来，导致我和男胎的死亡。李主任，您笑什么？黄曼不明所以。蠢猪，我才是李主任，给我松开！被绑在手术台上的张玲玲大喊：主任，他不是疯了吧？林丹小声地问我，会不会出事啊？我饶有兴致地看着在病床上挺着大肚子，拼命挣扎的张玲玲。怕什么？出了事全算在我头上。我脸上的笑意根本藏不住。你们俩先出去，我有活跟我儿媳妇说。我把儿媳妇2个字故意念得很重。张玲玲不傻，立马明白，我才是真正的张玲玲，活在了她的身体里。玲儿，你放开我，有事好商量。什么玲儿？叫妈。我凑到她跟前，你才是我的好玲儿呢。咱别闹了，快给我松绑，咱回家。回家？回什么家呀？我儿子可同意了，把女胎停掉，还没手术就回家了，我怎么跟他交代？张玲玲脸色一沉，她想起来了，上辈子，她和胡忠把自己当成上帝，私自决定杀掉我的女儿。这一世，换胡忠听我的了。突然，张玲玲笑了。好啊，你停吧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上辈子我不是跟你过不去，我是真的不喜欢女娃。你把她停了正好。你呀也是命不好，偏偏生产时候，女胎还破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是你这个禽兽，害死了我们母子3人！我激动地咆哮着。
张玲玲却面不改色。毕竟28岁的躯体里住的是50岁的老狐狸。她很快把握局势。来吧，只要我最后不在你手上生，我们胡家就有大胖孙子了。张玲玲得意地笑着。我看了她一眼，把林丹两人叫进来，开始手术。刚刚还在发狂的张玲玲突然安静配合，他们以为是我的功劳，向我投来佩服的眼神。这两个前世跟婆婆狼狈为奸的坏种，一样不得好死。好了，你们把他解开，让他起来吧。杀掉一个胎儿有多简单？5分钟不到，手术结束，患者就可以自行离开手术室了，只肚子上留下一个小小的针眼，作为谋杀的证据。我心中兀自难受，张玲玲却满面春风，林丹和黄曼一头雾水。这女人莫不是有病吧？当天晚上，饭桌上，张玲玲挽着胡忠的胳膊，十分亲昵。老公，你下班了？今天上班辛苦了吧？还行吧。而他适应他的新身份倒是很快，但那是他的亲儿子啊。我拼命把一阵恶心忍了回去。胡忠倒是很不习惯，前世我可不会对他如此亲密，毕竟他是条对着他妈摇尾乞怜的狗，帮着他妈折磨我，我对他温柔不起来。但男人终究是男人，哪个受得了这样的温柔乡？今天手术怎么样？胡忠问。好着呢。妈什么水平你还不清楚吗？你看，我哪像做了手术的人，胳膊推荐麻利得很。张玲玲开心道。胡忠有些疑惑地看向我。前一晚让他去手术，他还以死抗争，现在怎么转变心意了？一定是妈的功劳了。胡忠转而笑了起来。皆大欢喜的时刻。哎，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胡忠和张玲玲不解看着我。妈，怎么了？胡忠急忙问。是啊，妈，怎么叹气呢？我心想，张玲玲，你真拼啊，也真了不得，这么快就把妈喊出口了。我挤出2滴眼泪。胡忠立马急了，赶忙来到我身旁。妈，别哭啊。什么事？你说出来。儿子替你做主，说他是条忠犬，确实不过分。可惜，胡忠不能够明辨是非，否则上辈子事情就不会变成一场悲剧。看到胡忠那么关心我，张玲玲可受不了，她眼里发出的光要被我活活射杀。今天手术，灵儿不听话，一直挣扎，结果，你乱说，我明明很配合。张玲玲目瞪口呆，事情根本不是这样，我怎么把黑说成白了？你闭嘴！胡忠指着张玲玲呵斥，转而轻声问我：
结果怎么了？结果伤了男胎，男胎停了，他肚里活着的是女胎。我指着张玲玲，邦当，张玲玲跌坐在地。胡忠眼睛瞪得十分吓人，他转身走去，对着地上的张玲玲拳脚相加。贱货！我说你今天这么反常，原来是害死了我的儿子。我杀了你，不，老公，不是，不是我呀，我冤枉啊！是李双，全是他做的好事。张玲玲立马鬼哭狼嚎，都怪妈！啊呀呀！都怪我不好啊！我的孙子啊！奶奶对不住你啊！我配合演出，火上浇油。我哭得越大声，叫得越起劲，落在张玲玲身上的拳脚越无情。看着她在地上缩成一团，我甚至有些同情了。但这只是刚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我和胡忠是大学校友，那时他是校篮球队队长，长相不赖。他是个社牛。第一次在联谊活动上认识我后，就对展开激烈的追求。我心思细腻，虽然外表柔弱，但骨子里是个犟种。他越这么大张旗鼓地追我，我偏不接受，想方设法躲着他。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好心呢？毕竟烟花那么灿烂，到头来只是转瞬即逝。舍友都说我犯傻了。胡忠那么优秀，可从来没人拒绝过他。我做梦都想跟胡忠这样的男生在一起，那么阳光帅气。是啊，你不知道私底下有多少人给他递情书。你试试吗？不合适再分也不迟呀。舍友七嘴八舌地劝我只是笑笑摇摇头。我3番5次明确拒绝他，他却不放弃。当胡忠发现什么送花、送早餐奶茶、送各种礼物，统统无用之后，他开始转换策略，陪我上课、自习、早起跑操、逛书店。他见我不爱说话，也不多说，只是默默陪在我身边。我按兵不动，看他能坚持多久。没想到，他也是个犟骨头。一天，我在图书馆看书累了，醒来发现自己靠着他的肩头睡着了。1个小时，他一动不动。我好久没睡这么安心了。于是，我答应跟他在一起试试。胡忠其实很贴心，加上他阳光开朗的性格，我很快就爱上他。我迷失在恋爱的甜蜜里，不曾想象婚后的生活。婚后，我们跟婆婆住在一起。胡忠是单亲家庭，他妈妈一手把他拉扯大，给他灌输了很多道理。他十分孝顺，但我渐渐发现，胡忠的孝顺有些过度，甚至不分是非。在他的世界里，他妈妈永远是第一位。我很郁闷，我以为慢慢的，胡忠会知道，
我和他才是彼此的另一半，是要走一辈子的人。但事与愿违，婆婆的话就是湖中的圣旨。一旦我和婆婆有争论，湖中从来不向着我。我们不知因为这件事情吵过多少次。日子越久，事情一发不可收拾。而婆婆绝非善茬，她步步为营。最后，我在家里完全失去发言权，沦为一只只能乖乖听话的小白兔。我故意打掉张玲玲的男胎，既然她这么重男轻女，我就让她没男可宠，生下一个女胎。张玲玲虽然不想要，却不敢擅自打掉。已经到了孕晚期，打掉胎，孕妇也会有极大的风险。她上一世是医生，很清楚这么点。再者，除了我，可没人敢给她做这种手术。那几天，张玲玲恍惚无神，像失去主心骨。那可是她从上辈子盼到这辈子的男娃啊！我那么一针下去，就让她的梦想破灭。她恨我，恨得双眼通红，眼周发青。她盯着我的眼神，像一只疯狗盯着它的食物，准备随时扑上来。我知道她不会放过我的，但又何妨？我一样不会放过她。谁怕谁？老天给我重生的机会，不就是看我上一世死得凄惨，死得冤，让我好好来了却这一桩恩怨吗？我可不能违背天命。湖中出门了，家里只剩我和张玲玲。她挺着大肚子，从房间踱步出来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哼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手。你可以呀，我差点忘了，你大学就是学医的。虽然没当医生，我也不示弱。过奖了，都是跟你学的。如果上一世你没有那样对我，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情。全是你活该。张玲玲坐到我旁边。妈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上一世是上一世，这一世可得好好活呀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现在你是婆婆，我是儿媳，咱们好好相处不就好了？你这个人渣，不配跟我讲这些道理。就算下地狱，我也先把你扔进火海。张玲玲挑眉，你的意思是不接受和解喽？一定要闹僵？别跟我搞这些弯弯绕绕。我和你从来就没有和平相处过。张玲玲冷笑，看来你是要给你的双胞胎报仇啊。对了，你知道吗？上辈子我给你剖腹产的时候，那个死掉的女胎真的好可怕，也很可怜啊，被比她大的男胎挤在角落里。张玲玲鼓着大眼睛，认真地看着我。我确信了，她还是吃人的魔鬼。闭上你的臭嘴，不允许你再提他们。一提到我的龙凤胎，我就控制不住情绪，激动得面红耳赤。他们有何过错？
要受这样的惩罚。我本来想先把我的宝贝孙子拎出来，哪知道手术刀不小心划破那个倒霉玩意儿。他把我的女儿，他亲手杀掉的女儿，叫做倒霉玩意儿。我气得一下站起来，想给他2巴掌，哪知心脏一阵刺痛袭来，脑袋发晕，后背开始冒冷汗。不好，心脏病发作。李双，前世的婆婆，现世的我，患有心脏病，一直在服用药物。这一点，上一世的婆婆，这一世的张玲玲，心里十分清楚。我看见张玲玲露出得意的笑，中计了。她知道如何激怒我，让我情绪激动。剧烈的疼痛使我摔倒在地。药，我指着柜子上的药。张玲玲只是饶有趣味地看着我，无动于衷。救我！我气若游丝。张玲玲用手挡着耳朵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太小声了，我听不叫。你求我什么？求你给我药。我几近绝望了。吱啦，门开了。胡忠正好看到奄奄一息的我，他急忙冲了上来。张玲玲见状，赶忙去拿药，还一边叫喊着：“妈，你可撑住啊！老公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快吓死了。”呜！张玲玲这即兴表演，不得不服。闭上你的臭嘴！胡忠破口大骂。这时候，我突然感谢胡忠的愚孝。胡忠为我吃好药，把我扶到床上躺好。妈，你心脏病好久没犯了，今天怎么回事？问问你的媳妇吧。说完，我闭上眼睛，示意我累了。妈，你好好休息。胡忠轻轻把我的房门关上。我竖直耳朵，果然，门外打骂声像音乐一样奏响。你杀了我的儿子，还想杀我吗？张玲玲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啊，儿子，你听我说呀，你叫谁儿子？谁他妈是你儿子？我打死你这个贱人！不要啊！别打我！求求你！我打开手机上的监控啦，把角度调好，能够清晰地看见胡忠和张玲玲。家里好几个隐藏摄像头是我重生之后安装的，他们俩并不知道。视频里，胡忠一拳又一拳打在张玲玲脸上，一脚又一脚踢在张玲玲腿上。我愉快地欣赏着。张玲玲挨了胡忠揍，最近消停了，看到我头也不敢抬。一天，我和胡忠在看电视，张玲玲走到我跟前：“妈，今天我来做饭吧。”我很清楚，张玲玲怀孕之后就没再做过饭。
因为李双和胡忠怕油烟呛到他们的宝贝男娃，今天主动请缨。不知他要使什么鬼伎俩。不用，你就歇着吧，我会做。胡忠在，当然要配合演戏了。妈，上次是我不好，惹你生气，让你心脏病发作了。今天你就让我做顿饭给你赔罪吧，不让我心里过不去。张玲玲说得很走心，要不是我对她心知肚明，差点上当。妈，让她做吧，你也歇会。胡忠开口，也好，正好我也有点不舒服，我先去躺着歇会。我借口回到房间，打开厨房监控器。张玲玲有条不紊地洗菜、备菜、淘米煮饭，并无异样。我不放心，继续盯着她熟练地炒菜、出锅、摆盘。不得不说，上一世婆婆做得一手好菜。自从我重生后，胡忠不止一次怀疑，他妈妈做的饭怎么变难吃了。但胡忠就是那么孝顺，再难吃他能就哗啦啦吃下一大碗米饭，给足了面子。当妈的十分欣慰。张玲玲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她每咽一口我做的饭菜，眉头就皱得更紧，几次她差点吐出来。胡忠一瞪，他只好拉长脖子咽了下去。在看视频里，张玲玲熟练的身手，我自叹不如。她越一本正经的煮菜做饭，我越不安。难道她真的只是想给我和胡忠做顿饭？真的是为了赔罪？不可能啊！还是说她实在吃不下我做的饭，不得不亲自动手了？事出荒唐必有诈。我目不转睛盯着手机，却看不到任何破绽。张玲玲，你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？看了大半个小时，我的眼睛发酸，但我一刻也不敢警惕。他把菜摆上餐桌，我把监控切换到餐厅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就知道这恶婆娘没那么好心。只见她舀了一碗骨头汤，左顾右盼无人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袋，将白色粉末倒入汤中，搅拌均匀。随后，将汤碗放在我平日座位前，又一模一样舀了2碗，放在胡忠和他的座位前。别说，心思真缜密。好一个张玲玲，又想取我性命，心狠手辣，恶毒至极的臭婆娘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妈，老公吃饭了。张玲玲甜甜地喊：“去赴鸿门宴吧。”我来到桌前坐下。辛苦你啦，玲儿。我表现得和和气气。妈，你这说的哪里话？一家人不用这么客气哦。张玲玲以为自己胜券在握，笑容灿烂，可把胡忠整糊涂了。这2个婆娘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和睦了？看来还是自己的功劳。玲儿，
你能给我倒点酱油吗？我支开他。张玲玲屁颠屁颠倒酱油去了。当着胡忠的面，我把我跟前的汤跟张玲玲互换。妈，这碗肉多，给灵儿，她需要补身体。妈，你可太好了，傻儿子呀！妈都是为了你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是最重要的。为了你妈做什么都愿意。我学着上一世婆婆的语气，对胡忠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也是。”胡忠满脸忠诚，我心里直犯恶心。张玲玲拿了蘸料出来，招呼我们快吃。我看着她一口一口喝下那碗自己下了药的骨头汤，她还一直催促我快喝。我也喝得很积极。张玲玲笑得很开心，我笑得更开心。她以为我死定了，我知道她死定了。突然，张玲玲捂住肚子，直喊：“痛死了！痛死了！”我立刻丢下筷子，上前询问：“怎么了，灵儿？哪里不舒服吗？肚子好疼好疼。”啊，疼！我赶忙让胡忠把她抱进屋里，放到床上。我紧紧握住张玲玲的手，问她感觉如何。她只是一个劲地喊痛，痛得满床翻腾，嗷嗷叫唤。怎么办呢，妈？她是不是要生了？胡忠慌了，羊水还没破呢，怎么会生呢？还早还早。妈是医生，别慌。啊，去打热水来。我坚定地对胡忠说。胡忠立刻照做。我又是给张玲玲擦汗，又是给她喂水、按摩，表现得尽心尽力，但她的疼痛丝毫未减。我知道，多拖1分钟，张玲玲离死神越近。张玲玲开始浑身冒汗、呕吐、小便失禁、抽搐不止。快！打120！我马上命令胡忠。看到胡忠出去打电话，我停止忙活，抱着双臂，饶有兴致地看着张玲玲。张玲玲不傻，立马醒悟了。是你害的。你想干什么？可不是我害的，那是你自己下的药啊。我可什么也没做，这叫自作自受。张玲玲杀人不成，反害了自己。她瞪着可怕的眼睛，伸手过来抓我。救我！得吐出来。牛奶、盐水，快！救我！我轻轻一甩，挣脱了。妈！灵儿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害死你的女儿，害死你们母子3人。我有罪，但是我不想死啊！求求你救我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张玲玲回光返照一般，突然中气十足地大喊：“把这被子
上辈子的称呼全喊了，我哪敢相信你的话呀？上辈子你把我害得够惨，这辈子你又2次想杀掉我，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张玲玲不知哪来的力气，突然一下跪在我跟前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这一次我一定说到做到。说完，他一头栽倒。我看着眼前狼狈不堪的他，心中没有一丝怜悯。张玲玲还没上救护车就断了气，胡忠还在惊愕中，久久不能回神。怎么说？那也是他喜欢的女孩子，只是他搞砸了。我坚持尸检，医生发现他是中毒。不可能，晚饭是他自己做的，怎么会中毒呢？胡忠极力向医生解释。我偷偷把胡忠家暴张玲玲的视频发给警察，警方怀疑就是胡忠给张玲玲下毒。这件事立马冲上各类媒体热搜，家暴男给怀双胞胎的老婆下毒，导致1尸3命。很快，胡忠就被人肉搜索，他的手机一直有陌生人打进来，诅咒他，让他去死。公众的愤怒冲破荧幕，高呼立即执行死刑。胡忠被警察带走时一脸震惊，他如何能相信他最爱的妈妈会这么对待他？妈，是你给警察发的视频？为什么？我走到他的耳边，轻轻说：当时在图书馆，我就不应该答应跟你在一起。我太后悔了。你妈妈杀死你的儿子女儿，而你是帮凶。胡忠，你就是你妈妈的一条狗，你不配。太多信息，胡忠脑子根本来不及处理，就被带走了。那就到监狱里去慢慢想吧。张玲玲死了，胡忠入狱，我的世界突然安静下来。看着空荡荡的屋子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。我辞去医院工作，把房子卖了，准备离开。大家都以为我是悲痛过度，纷纷向我表达同情和支持。我关闭所有社交媒体，买了2张新卡，带上所有钱财，坐上出国的飞机。尽管这副躯体快要50岁了，但还健全，我仍能借着它实现上辈子未能实现的一些愿望。我要去看看这个世界。飞机上，我编辑一条揭露林丹和黄曼违反医护人员工作准则的短信，详细列举每一条我知道的罪状，发送给院长，然后把手机卡冲进马桶。飞机起飞了，我望向窗外，天空很蓝。我的心中有一丝悲伤，但并不沉重，它充满了希望和无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